Tell us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happened to him and his mother in his childhood.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啊，念课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苦差事啊。我都好希望课本上的内容可以立体化，我不要那么枯燥。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幻想了哦，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。噔噔噔噔，你看，我把世界名著变成了立体公仔，带你进入小王子的星球，体验文学无边无际的想象力。学科学不用再死背公式了，看我用基本的动力学原理做出好玩的动力船。利用3D 列印来辅助教学，除了让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加有趣之外，还可以刺激学生创意思考，培养动手做的能力。今天就跟我来一趟教育之旅，探索3D 列印是如何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。今天的第一站呢，我来到了新北市的板桥高中，这边呢有全国第一个高中创客实验室。这边的师生呢，对创客教育非常的热情，他们一起联手做，把教室变成了创意工厂。老师好。嗨，你好。我也知道板中的老师啊，也都是创客的高手，哪里会自己做特殊的教具，对不对？对，板中这里的这个创客教室啊，其实是由跨领域、跨学科的老师们一起组成的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是3D 列印，有一部分是雷射切割的作品。我们希望能够带着愿意主动学习的学生来到这间教室，运用我们的资源，达到他们真正想要发挥创意的一个机会。老师，我有听说你们有一位老师是3D 列印的达人，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哦。他最厉害的就是用3D 列印，让你看见数学之美。哇，好难想象哦。没关系，我们来上一堂不一样的数学课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以前上数学课的时候啊，我都觉得好像就是有一堆的公式要背，然后我也不了解说我到底学的这些东西可以干嘛。像因为我们有3D 列印的工具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3D 列印去学一些数学原理。就譬如说我们在数学里面有叫锥状的东西，那公式是1/3底面积乘以高，那个1/3怎么出现的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一旦这个柱状当然是底面积乘以高，非常简单。对，那我把它切成3等份，一个是红色的，白色还有这是空的。那空的部分跟红色的这个部分两个其实是一模一样，体积当然就一样。白色跟红色等底同高一样。对，所以你有3个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一个就会是1/3。对，没错。这样子讲，我就觉得你如果有这种实体来看的话，你就比起在黑板上的更直觉，然后更容易了解。其实数学不是只有这么小小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大，做成一个游乐器材、游乐设施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是你说的大型游乐设施就是这个。对啊，这应该是手工艺的范畴吧？我看到好多线，这数学在哪里？它的这个腰身、美丽腰身，这就是双曲面。双曲面，你看一下，它虽然是曲线，可是它每个细节，它都每一条直线构成。真的耶！那它原理就是这样，像这个曲线呢，就是我们课本看到的双曲线。如果我经过适当的角度的摆放，它会变成一个直线。这个线就是连起来的这条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一根一根的。好，那我用相同的原理设计得出这个笔筒。那每一个结构呢，事实上就是圆规的造型去做它。这让我们想到有一些那种当代的艺术的建筑曲线。对，没错。所以你在数学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东西上面。除了制造教具，老师们也带领学生运用课本上的知识，设计寓教于乐的桌上游戏，像是以日本铁道为主题，来和日本学生做文化交流。我们有设计各这样的任务，要让同学们来完成，所以你可以从这5个里面先选一个。就这一张好了。Introduce your favorite Japanese food. My favorite Japanese food is ramen. OK， 好，那你就完成。我得分了吗？呀，你就可以从0到5分。哦。另外一部分的桌游的任务呢，是必须要盖铁道。盖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当地的物产。他们也对那一区的地理有了更多的认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它叫做缅甸文化宝盒。那是因为我们之前带学生到缅甸做交流服务，所以就制作了这一个文化宝盒，将这个宝塔放在靠近前面的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一般的3D 列印啊。对啊，但你可以试试看，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哦。我会唱歌哎。可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啊？因为啊，在这个物件下面贴了 RFID 的感应，然后在盒子里面也有感应连线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播放出关于这个物件的介绍，或者是像这个歌曲哦。学生透过制作游戏，可以呈现出对学科知识的理解，更了解到如何学以致用。至于怎么引导学生创意思考，培养动手做的能力，则是实验室的另一个教学重点哦。在这座实验室呢，学生们可以尽情的发挥创意。
听说现在学生在研究最流行的穿戴式装置，我现在就要来加入他们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发明。Hello， 你好，你设计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设计的是一个称重的书包，这个称重的话会放在最底部，如果超过重量的话就会显示哭脸，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笑脸。哇，那你怎么会想到设计这样的东西啊？就是不想让自己的肩膀超过自己的负荷能力，所以就想出这个东西。这个板子上面夹了很多东西耶，这是什么啊？它会放在帽子。哦，你要直接放在帽子上？对对对，大家感应到有倾斜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？我设计的理念是读书的时候不要一直低着头，就是不要睡觉。对。如果这个东西早一点发明的话，我想我考试成绩应该可以再好一点啦。你这个发明是什么啊？打红手套，看手机上面指示，然后开始找路啊，觉得这样很危险，没办法注意到一些路径上的讯息，就想说借由着正跟我们还知道左转或右转。当我们要带上去的时候，一扣上去，它就会自动开机。这个壳子也是3D 列印做的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哇塞，你这样想法真的很厉害。很多东西发明呢，其实就要从生活经验下去找。他们研发的这些东西呢，虽然蛮多都是概念啦，可是如果你认真研发下去的话呢，其实会变成很有用的东西耶。传统的教育，我们感觉学习是要拿来考试的，可是在这边呢，你会发现问题而才去学习，所以可以学习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所以我想请问老师，你们想要带给学生的精神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 Make for Fun，我们希望呢孩子们可以快乐的学习。那maker 嘛，创造不会凭空而来，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用设计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脉络，带着他们去思考如何把他的想象变成真的。这中间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，勇于面对困难，勇于面对挑战，其实也都是他们在这个历程中可以学习到的。3D 列印为学校教育带来多元主动式的学习形态。现在博物馆也结合这项科技，让文物展览能走出馆外，主动前进偏乡，进行教育推广活动。看到我身后的货柜车了吗？这可是一台会爬爬造的行动博物馆哦。它是由历史博物馆所打造的，运用最新的科技，让你在玩乐的过程中学习到更多古文物的知识。这3个呢，就是这次展览的重点。你可以看到有春秋时代的怪兽、汉朝的陶牛以及唐代的3彩马。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物，你可以发现古人对于真实动物的观察力，以及对虚幻怪兽的想象力。不过说了这么多，你有发现这些展示品都是3D 列印的复制品吗？为了完美复制国宝级古文物，馆方用手持式3D 扫描设备，以不接触的方式来截取立体资料，并以数位雕塑软体进行细节修复。接着使用细致、耐久、抗潮的高密度复合材料，以3D 列印机成型为实体，最后人工喷涂上色，将文物的质感、色泽忠实呈现。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它是写它是青铜器，但你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复制品，因为它有金属的质感在上面，而且它还有一些比如说生锈的痕迹啊、裂痕啊，非常的有历史感。其实这些3D 列印的模型呢，还有一些小秘密哦，就是还有一个 AR 的互动游戏，我们就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好，我现在对准它了，哎，有人跑出来，哎，你要骑走吗？真的假的？他真的骑走哎。借由科技与文化的结合，让我体验到原来看展览也可以变得很有趣，也从互动游戏中学习到更多历史文化知识。这一切都多亏3D 列印，让古文物有了与民众亲近的机会。这些3D 列印的复制品呢，除了可以完美的还原古文物的样貌之外呢，还可以代替本尊走出去，到乡镇去巡回，让民众不用出远门就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国宝。如果哪天行动博物馆来到你家附近的话，记得去找他们玩哦。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，用眼睛欣赏艺术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不过，今天我要换个特别的方式，那就是闭上眼睛，用触觉来感受艺术。我摸到很多小小颗的一块一块，我觉得这一整幅画就是重复的几何图形。所以这个作品叫做《文明的药声》。大房子、小房子，然后就这样错落的堆叠在一起，然后让你有一种都市文明，然后他们是慢慢堆叠起来的感觉。哎，这是拼图吗？我要来拼拼看。这边吗？是吗？这是洞吗？这个吗？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完成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哦，完全就是要靠手感来拼的。这个可触摸的立体浮雕是国立台湾美术馆以3D 列印制作的视障辅具。
让视障者透过触感体验认识名画的艺术之美。不过，如何利用3D 列印制作视障辅具呢？就让我请教打造它的专家吧。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些辅具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想知道这些辅具是如何帮助视障者。主要是文化部这几年在推动一个友善平权文化禁用的政策，国美馆算是台湾做的最好的馆所之一。在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，一定要搭配针对这个辅具所撰写的口述影像稿。这一个辅具要传达的讯息其实很单纯、拥挤，然后很密集、压迫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是一个互动式的展示，让观众用拼积木的方式去体验，说画家在画的时候，他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思路过程在做这个创作。它的触感呢，好像跟其他3D 列印的东西不太一样。这个印表机它比较特别，它的材质是纸哦。那我这边带了一块就是还没有做后处理的这个模型来。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我们要的图形切裁出来，然后喷墨上色，再上胶，然后再叠上第2张纸，然后周而复始，一直到我们的模型完成为止。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台印表机呢？因为这个原作它的颜色整个是蓝色，但这个蓝色有很丰富的层次。那一般的彩色印表机没有办法很好的还原这样的色彩，所以我们选择这种纸的3D 印表机，它的色彩还原度会非常的高。另外一幅视障辅具，则是仿自台湾知名画家陈澄波的作品《淡水风景》，这也是台湾首创以等尺寸制作，采用一体成型列印方式的大型3D 辅具。哇，这么大！这整幅画感觉起来写实一点的风格，方方正正的，这感觉是一个窗户，这样一小格一小格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中国式的屋顶，一种很像洗衣板的感觉。它的每个深浅都不太一样，感觉从这边这样一路摸过去，它是一直这样子往下。我在摸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，可以摸得到很多层次。我就很想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设计整幅画的层次感。这幅陈澄波的淡水风景哦，它是因为是属于比较写实的画法，它的透视感是近大远小。这个辅具的呈现呢，就是把它转换成近高远低。一开始会就先把这个画分成9个不一样的层次。那我这边刚好有带一个设计图出来，最远的地方它其实是高度是最低的。然后一直往靠近自己的地方摸，它高度会整个越来越高。那在做这个高低差的时候啊，你们有没有配合触觉的特性或者是限制来做一些改变？在做的时候要考虑到说我们手指头能够辨别的精细程度。那你看到了每一个高低差、每一个角度，它都不是随便去定义的。我们会去先用常见的 FDM 印表机去印一个部位出来，比如说就这栋房子，用不同的设定，实际让视障者去摸，说哪一样的设定它摸起来是最清楚，但是又不会觉得突兀或者不舒服的，就会把这样子的设定套用到每一个屋顶跟墙壁的对应关系上。我看到它这边是写3D 砂模列印的，那这个制作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那我们很幸运，这个作品的列印有得到金属中心的赞助，所以他们用他们一台超大型的工业级的3D 印表机，帮我们一次就把它3D 列印出来。它的材料是砂，它主要的用处是来做砂模，它的列印范围达到2公尺乘1公尺乘1公尺，所以它可以印大型的零件的一个模具。那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请金属中心直接帮我们印砂模，我们反而是请他印一个原始的工模出来，然后再用细胶去翻模，然后再用那个细胶模去做出这一个玻璃纤维材质的这个作品。哇，从无到有这样子，你们花了多少时间？从决定要做这一个作品到最后做完，大概半年的时间。修复师上色大概就花了3个月。那其实3D 列印是最快的，只需要1-2天的时间。可是前期就是要怎么分层，这个触感其实都是花很多时间在讨论的。六哥，我觉得用3D 列印做辅具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尤其是对那些视障朋友来说，因为他们传统上可能只能用听的去想象这幅画，可是现在可以摸得到。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也觉得我可以换了一种方式去体验艺术，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Leo 告诉我，3D 列印除了用于艺术推广，还对于视障教育有极大的帮助。我很好奇3D 列印如何帮助视障者开启新的学习视野呢？我来到了 Leo 的办公室，了解他多年来的开发成果。3D 列印除了可以做辅具以外，也可以做视障学生的教具哦。Leo哥，这些都是你们公司做的辅具哦？对，都是跟视障学校老师讨论设计开发的时候，大概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说很贵或者很难买得到的视障者专用的这些量角器啦、尺啊跟三角板，台币1600，一组要1600。
哇塞！可是如果你用3D 列印做给他们的话，就不用到那么大。对，这成本可能只要10几块甚至几块钱。第二个可以去很快的让他们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，就是针对简单的图，比如说台北有5条捷运线，平面转立体其实是比较单纯的，但是怎么样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头去把这些资讯放上去，是比较大的挑战。你看它有对应不同线，它有做不一样的设计，比如说这个是双线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粗的，对，这都还只是算打样。那我们希望最终做出来，我们可以把这东西直接印在布上面，就是比较方便携带。那这个呢？我看到这个名牌，现在是写我的名字。对，最早这个辅具是一个视障学生的名字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印我的那个中文名字出来？”然后想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有很大的感触。当他有一个机器，它可以做出任何形状的时候，却是最想要知道它的名字，它的汉字长什么形状。最近不是有个日剧叫做《你的名字》吗？你看你做了那么多的教具，作为教具的要领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最重要的反而不是这些技术性的东西，而是去倾听他的需要，让我们做的东西，我们的努力确实是有效的。3D 列印虽然有许多制造上的优势，但它终究只是一个工具。真正可以让它发挥作用的，还是在于人。你可以用它来创造、表达自我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群孩子们是如何用它来完成飞行梦。你手要放够。好，转动之后拉上，往上，直直的往上拉，都是要气头要朝前。对。哇，你看我手上的飞行机真的是太酷了。其实呢，我身后的这些飞行机呢，每一台都长得不太一样哦，因为这些啊都是小朋友们自行画图设计，自行用3D 列印机印零件，而且还是自己组装的哦。这个盖子是因为我喜欢篮球，所以把它做成类似篮球的样子。我有放星星在上面，然后如果开这个灯会亮起来。3D 列印机很好玩，因为看它印出来的东西也蛮好玩。3D 列印机它可以让我们自己做想要自己做的作品，还有它可以维修某一些小部分的零件，让我们不用去外面买。各位准备了吗？太低了，第一个学过了。它降落了耶！这个游戏规则呢，就是他们要穿过2个大的圈圈，最后还要精准的停在这个降落点，非常考验他们控制的技巧。其实他们也只学了5天，看过了，但是缠住。出了一点状况，然后所以他们在排除。他们其他零件都是用3D 列印做的，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备用的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切换零件。啊！好，恭喜！我们最佳香哦，碰到。这群带领孩子学习3D 列印的老师们，就是 Control P 教育团队。他们开发结合生活的3D 列印课程，教孩子如何利用3D 列印做东西，例如文具、植栽、智慧台灯等等。他们还举办儿童3D 列印大赛，鼓励孩子发挥创意。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办3D 列印儿童竞赛的团队。那第1名的学生他就做出这样一个作品，其实是一个可以切水果的辅具。爷爷奶奶他的手可能没有力气或不稳，所以他可以把水果放在中间，沿着这个纹路切下去。其实我们只是想要传达一个理念。那设计是一种习惯，关怀是一种素养。我们透过3D 列印这样的媒介，可以勾起他们自己的学习动机，把他们的想法、把他们的创意全部都实现出来。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很乐意跟你分享他学习到的知识。小朋友说我想要做什么，而我们去配合他的想象去做了一个东西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翻转是非常的好的，而且让他们就是沉浸在其中，我觉得非常棒。我今天要来挑战的呢，就是密室桌游。但是说到桌游，就一定要呼朋引伴啊，所以我就召唤了2位。耶！我没有
玩过哎，你有玩过吗？有啊，我玩过真人版的密室逃脱，这个考验智商，你们两个应该都不行。他才是猪队友吧？你才是猪队友，我超聪明的好不好？好了，阿吉老师，我们要怎么开始呢？好，非常欢迎大家来玩今天的密室桌游。你们来设计里面的关卡道具呢，是由3D 列印机还有数位制造工具把它制作出来的。晚一点会找很多个玩家来玩你们的游戏，超过一半的人喜欢而且认可你们的密室桌游，那你们今天的挑战才是成功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次我们要设计的是以中秋节为主题的密室桌游，游戏一共有2关，每一关有3个数字密码，而我们要发想故事内容，并且用3D 列印做道具，提供玩家破关线索。我们可以用3D 列印做那个月饼，然后我们只要3个数字嘛，大写的数字，20不是就是一个字吗？对不对？那可能中文太差就用不出来。我觉得20还不错。太胖。只能吃小的月饼，跟伙伴一起集体创造，就是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想法有很多种，然后更让你意想不到。经过热烈讨论之后，我们决定将密码分别藏在月饼上的国字与卡片图案里，由我和恒秀负责构思故事，易经绘图与列印3D 道具。大家分工合作，很顺利的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玩家体验时间喽。这是一个3层的密室桌游，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纸，然后再看一下有一个3D 列印的道具，3组 PK 看谁比较快。只能吃2个，吃豆类，先吃小的，所以小的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数字？看不懂中文。2吗？应该是2是这个一面3也不是了。225。不是啊！我看到他们困惑的表情，我有一种愉悦的感觉。我觉得还要吃，我觉得还是要吃小的。还是205。哦答对。第2关。中秋贺卡，原来他们的机上的小月送来的。明亮的月光，会看到什么吗？什么？真的。其实我们卡片呢，它是有透视效果，前面是月亮嘛，背面是嫦娥跟数字。然后想说，是看到了吗？不是就在那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好突然的。有一些线哦，我知道了啊！哇，恭喜！你觉得他们今天做的是你会推荐给别人玩的？可以举一下手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就非常恭喜冠豪你们今天的闯关成功。这游戏很棒，就小而巧，然后很有趣。用心去思考、构想它，觉得可以再多几关啦。我觉得他们蛮好的，就是认真把这个东西创造一个价值。我觉得好骄傲哦！就是今天只花了1个早上的时间，从故事然后到道具全部都做出来，而且这个道具是有符合这个主题的。那时候3D 列印才可以立马速成，然后把那个东西做出来。对，而且尤其是桌游，因为桌游的话就是要一些小东西，没有触感。所以我觉得3D 列印可以拿来作为游戏道具上面的制作，是一个很棒的工具。比较实体可以用摸的的话，我觉得是